我们非常感谢现场很多与会者跟关心这个议题的民众一起来参与这个公听会。人工生殖的使用资格有很多不同的开放方式，要开放给谁，开放到什么程度，本席都很希望今天各方专家跟代表可以多多提出意见。协商剧场其实它一开始应该是在法国的时候，比较是回应那时候 COP21。那其实每一届在讨论都是会在于这种碳排放量的一些相关的限制。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已经谈了那么多年了，整个地球的状况也没有变好，所以其实这个代表权可能有还蛮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拉兔在做这个协商剧场有个很大的用意是说，希望可以展开另外一种不同的讨论的可能性。这个协商剧场它其实虽然名为剧场，但它其实比较像是一种协商的模拟，或者是一种万物议会的概念。那所以其实基本上这次拉到台湾来的一个还蛮大的重点，就是在于是我们很积极的邀请了参与者，他可以实际的以台湾的社会争议，尤其是在科学不确定的状况之下，那我们怎么样去产生另外一种协商或讨论的途径？所以这一次选了台湾的在地的争议之外，我们也邀请了5所的大学跟台湾的 STS 协会进行合作。那我们很积极的让学生跟参与者去设定一些平常不会在议会出现的这些代表。今天我代表广大的卵子同胞来这里表达我们的心声。大家刚才听了这么多的发言和意见，讲的都很不错啊，都人模人样的。普罗拉图尔是我们科技与社会研究 STS 这个领域非常重要的学者。那之前我们也常常要阅读他的作品，或是在有些研讨会会有一些交流，所以这次他有机会来台北策这个双年展，那我们也很幸运就受邀参与一些这个策展的讨论。那其中有部分就是这个协商剧场，当时他有大致提到一下这样的概念，然后希望我们可以贡献很适合在台湾做协商剧场的主题。那可是真的定案应该是今年7月的时候，那个策展人林宜华他把这个协商剧场的版本我觉得比较在地化，然后让我们也觉得比较可以落实可行，并非完全照国外的标准去定这样子。然后我们接下来讨论到蝙蝠的部分。那当时就想它其实就是一个有关科技争议要如何协商处理的主题。那我自己做的研究是跟助孕科技有关，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一方面就是台湾在去年5月通过同婚接下来就要讨论比如说同志是否可以使用人工协助生殖科技，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这个蛮有挑战性的议题可以在北美馆协商，跟现实上正在协商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点，我觉得那蛮适合当这个策展的主题。就是所有的生殖科技都应该要保留父母跟子女的血缘关系，这是主要是基于对家庭价值的维护。我知道今天在场有许多这个想要生育的同志还有单身代表，我也知道你们都有非常充足的能力跟动机来养育小孩，但是我要请你们思考的是，将生殖科技跟婚姻制度脱钩，对婚姻制度本身来说会带来多大的危害跟挑战。那同时因为这次台北双年展它比较是跟环境生态人类世界议题有关，那这个助孕科技的议题其实它就是协助造人嘛，那人其实是破坏环境的很重要的来源，所以它也有一些从环境议题的角度来探讨这方面的科技的规范应该要怎么样进行比较好。最后他想回应一下保护蓝星联盟，他说英国也非常重视碳足迹，可他发现台湾最浪费碳足迹的就是排除这些台湾公民，让他们要坐那么多的飞机飞到国外去使用生殖科技。如果把他们的确，其实协商剧场有很多像是公民审议一些相关，其实在现在社会上已经有在进行的一些工作。那它在美术馆发生，我觉得有一个还蛮大的诱因，说本来协商剧场是作为一个教学工具，它其实是希望让学生能够进行模拟的学习，或者是一种换位的角色的认知，然后在未来可能我们在进行协商的时候，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这些社会争议。喂，不好意思，因为今天其实没有提到的是说代孕的问题，那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有设定蛮高度的一个公众参与的可能，那这些其实是没有办法在之前先做安排好，那也是我们在这个课程的一个
算是某种层面的校对过程。当学生自己做好准备的时候，在学校的这样子的一个协商的模式，在实际上的未来的一个真实的社会的状态之下，其实事实上你要随时的进行一些相关不同的应变。那我们在现场这些记者会的安排，除了是开放一般民众的参与之外，那我们也邀请了真正的真实的角色进来，他们其实是作为一个记者的发言，但他们可以更精确的去针对学生在讨论的东西进行提问，所以这个即时的现场性也是在美术馆的一个很大的用意。真真正正的在地又能享受到什么？额外的一块就是说，为什么把这样子的计划纳入了美术馆的空间？目的在于是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些社会争议进行某种剧场化的同时，又去剧场化。那这个意思是说，有些角色的设定，或是有些情境的设定，作为这种虚拟的状态，它才有可能去让这些现实的生活中产生一些化学的变化，然后我们藉由这样子的一个转换，才有可能去突破目前的一些社会争议的窘境。一人一票，请尽快投票。精益求精，导到养乐多。很有趣的就是它有设定一定要有非人行动者，这是一个 Latour 的特产吧。那就我们这个议题的话，我们有4个非人行动者，就是精子、卵子、受精卵，还有资料库。卵子，请问有要发言的吗？我刚刚除了口号之外，刚刚只是雌激素低，有点情绪啊。我现在其实也想要问一个反面的问题。这几个角色的同学，可能就相较于有些团体呀，他们也要花比较多的心思所以他们也有特别来跟我讨论，就是在他那个角色要怎么样进行。那虽然我研究这个议题很多，可是透过跟他们讨论，我觉得也导到一些新的观点。我不是人类嘛，那我觉得人类在讨论这些事情上面有一个蛮大的缺点，就是我们都忘记就是这些政策评估应该是 evidence based 的这种 policy making。这很重要。其实，在一开始设计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我原本想象资料库可能是很消极，就是很官僚的。我只要说这件事情不关我的事情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嘉颖老师给我很多的提点，就是说资料库这个角色也是可以很积极的跟大家说，有什么可能透过科技的一些调整啊，可以有一些新的想象。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些资料库串联在一起，甚至可以把碳足迹这种串联在一起，其实是可以解决很多在场发言的人他们的疑虑。还想要再提一个，对，也是非常非常有台湾脉络的。那我之前在跟原住民，那像我这样子是一个单身的男性，对于单身女性的生育的权利这件事情，大家是可以很直观的，或者是比较直觉可以想到，他们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渴望，而且也是可以看到有这样的实际的案例出现的。所以对于单身女性的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比较轻松可以去理解他们可能想要的是什么，然后会说出来的话是什么。那另外对于单身男性的话，可能就有一点点小尴尬的是，本人是男性这样，但是就是回到 personal 的部分是，我是没有想要单身生小孩的。所以要花比较多的功夫去想象，怎么样的单身男性会想要生小孩？这件事情是直到现在我可能还是在反复思考中的。但是透过去跟国外的经验、国外的实证研究来补足，大概可以看到有一些单身男性是真的透过代孕来生小孩的。所以在这个协商的过程中，其实大家的知识、大家的身份跟大家的生命经验，其实是可以相互补充的，或者是相互对话的。那在这个角度上，会觉得这个协商剧场真的是可以把大家应该说收拢起来，然后达成一个很有意义的讨论。谢谢。那我们现在就有有时候我们会有小组讨论，就是角色扮演，但是他可能都时间很短。没有很长的时间可以了解其他反对的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这次协商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们有想一些是这个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比如说那个照护蓝星联盟，他就一直坚持要爱护地球嘛。但是呢，使用精子呢，不需要有门槛吗？就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精子了吗？这也是北美馆这次的主题。其实每个生命它有不同的可能性，也许这诞生出来的生命，它就是一个可以发挥很多照顾地球的这个方法。所以这个是因为照顾蓝星或是地球的这个角度啊，也是北美馆的主题，让大家在过程中发展出一些可能解决的方法，不是只是表达自己的意见的，真的还可以靠跟其他行动者的碰撞和外交性碰撞，然后得到一些新的设计的灵感。所以我们计票结果出来了吗？
好，那我们就请刘亚伦总召。最高票的是这个养乐多，然后还有这个 slogan 叫做击败少子化。这一张3、2、1，好，我看我这里哦，马上好，来1、2、3，好，最后一张来1、2、3，好 ，OK。